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王毅。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浩然。欢迎收听本期慢速中文播客。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相信每一个依赖手机和网络的人都会有共鸣，甚至会觉得有点紧张。没错，不管你是在国内生活，还是在国外工作、学习，都一定经历过网络不好的时刻。但如果有一天，整个国家的主要电信运营商突然断网，电话打不通，短信发不出，网也上不了，你能想象那种场景吗？不用想象，就在2026年1月16日，美国最大的电信公司之一威瑞森 Verizon 就发生了这样一起大规模网络中断事件。今天这一期，我们就来详细说说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包括断网的过程，对大家生活的影响，还有威瑞森给出的补偿方案。而且我们会用 HSK 4到5级的词汇来讲，语速也会放慢。不管你是正在备考 HSK， 还是想提升日常中文表达能力，都能轻松听懂，还能学到实用的话题词汇。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真实事件，你能掌握如何用中文描述网络故障、生活困扰这些场景，以后遇到类似情况，就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想法了。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威瑞森这个公司。威瑞森是美国非常有影响力的电信运营商，主要提供手机通信、移动网络、宽带等服务，在美国有大量的用户。就是这样一家大公司，在2026年1月16日星期三，突然出现了严重的网络问题。这次断网不是局部地区的小故障，而是波及了整个美国。具体来说，从当天早上开始，就有大量威瑞森用户反映自己的手机没有信号，无法拨打或接听电话，也不能发送和接收短信。更不用说用移动网络上网、刷视频、查信息了。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一直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晚上10点半左右，网络才逐渐恢复正常。也就是说，很多用户一整天都处于与外界失联的状态。可能有朋友会说，不就是断网几个小时吗？忍一忍就过去了。但实际上，在现在这个时代，网络和手机通信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国外，很多日常事务都依赖于网络和手机。没错，这次断网不仅仅是让大家无法刷手机娱乐，更严重的是影响了很多人的正常生活、工作和紧急事务处理。而且这次事件的影响范围非常广。根据故障追踪网站 DownDetector 的数据，在断网最严重的15分钟内，就收到了超过17.8万份故障报告。24小时内的故障报告总量更是达到了100万份。虽然威瑞森官方没有公布具体的受影响用户数量，但从这些数据也能看出，这次断网事件的规模有多大。更值得一提的是，这已经不是美国电信运营商第一次出现大规模断网了。2024年2月，美国另一家电信公司 AT&T 也曾发生过持续近一整天的网络中断。2025年10月，亚马逊的云服务也出现过故障，导致大量网站无法正常访问。这也说明，即使是技术相对成熟的国家，通信网络也依然存在一定的漏洞，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对整个社会造成不小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就具体说说这次威瑞森断网到底给美国用户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困扰。首先，最直接的就是紧急事务处理受阻。比如有一位27岁的公关从业者，名叫泰斯 Tess， 他当天早上起床后就感觉身体不舒服，想联系医生预约就诊，或者登录医院的患者门户查看相关信息。
但因为手机断网，他既打不通医生的电话，也收不到医院发送的身份验证短信，根本无法登录患者门户。就这样，他的就医计划被彻底打乱，只能一直等到第二天网络恢复后才联系上医生。泰斯说，当时他心里特别焦虑，因为如果是突发的紧急情况，无法及时联系医生，后果可能会很严重。而且他知道有很多人和他有一样的遭遇。除了就医，出行也受到了很大影响。现在很多人出门都习惯用手机导航，尤其是在陌生的城市，没有导航几乎寸步难行。这次断网让很多依赖谷歌地图导航的用户陷入了困境。有一位30岁的产品设计师奥马尔·欧马尔，当天本来和朋友约好一起吃晚饭，但因为断网无法使用导航，他担心自己找不到餐厅。最后没办法，只能提前在家里用无线网络下载好地图，才敢出门赴约。奥马尔还说，他不想因为威瑞森的断网问题耽误和朋友的见面。从这件小事就能看出，断网对大家的日常生活安排造成了多大的干扰。还有一些人的工作和生计也因为这次断网受到了直接影响，比如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这些零工经济从业者，他们的工作完全依赖手机信号和网络。没有网络，网约车司机无法接到订单，外卖配送员也无法查看配送地址和联系顾客，一整天几乎没有收入。对他们来说，断网就相当于丢了生计。不仅是从业者，等待配送的用户也遇到了麻烦。有一位32岁的软件工程师马特 Matt， 当天特意在家工作，等待一台新电视的配送。他本来以为配送员到了会给他打电话，但因为断网，他根本没接到电话。后来配送员发来短信，他才知道对方已经在他公寓楼下等了20多分钟，心里很不满意。马特说，这件事让他觉得很抱歉，也很无奈，完全是因为断网才造成了这样的误会。除了这些普通用户，公共部门也受到了影响。纽约市应急管理部门表示，他们一直在密切监控这次断网事件，并且和相关机构保持协调，评估断网对市政部门和基础服务可能造成的影响，确保公共安全不受太大威胁。从这些真实的案例，我们能看出，这次威瑞森断网已经不是简单的不方便，而是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人们的健康、工作、社交和日常生活，甚至涉及到公共安全层面。面对这么大规模的断网事件和用户的不满，威瑞森方面也做出了回应。不过到目前为止，威瑞森还没有公布这次断网的具体原因。有行业分析师推测，这次断网可能和软件问题有关。现在的通信网络越来越依赖软件，软件更新虽然能优化服务，但也可能因为自动化配置变更出现微小漏洞。这些漏洞一旦扩散，就会引发大规模的网络故障。比如2024年 AT&T 的断网就是因为软件问题导致的，2025年亚马逊云服务的故障也是因为2个自动化系统更新时出现了冲突。不过这只是分析师的推测，威瑞森官方还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虽然没有说明原因，但威瑞森在断网事件后的第2天早上就公布了对用户的补偿方案。他们表示，会向每一位受影响的用户提供$20的账户抵扣金，以此弥补用户的损失。这里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很多用户会收到威瑞森发送的补偿通知短信，短信里可能会附带链接。但因为现在电信诈骗越来越普遍，很多人都会担心这条短信是不是真的，不敢点击链接。大家可以放心，这条补偿短信是真实的，辨别真假的一个关键方法，就是看短信里的链接域名。
威瑞森官方短信里的链接用的是 vzw.com， 这是威瑞森的官方域名，点击后会跳转至威瑞森的官方网站 verizon.com。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更建议大家不要点击短信里的链接。想要领取这笔补偿，有2种更安全的方式。第一种是直接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 verizon.com， 登录自己的威瑞森账户，然后在账户页面领取补偿。第二种方式是打开手机上的 MyVerizon 应用，登录后在应用内查看账户信息，找到补偿领取入口，手动点击领取。这里一定要注意，这笔20美元的补偿不会自动添加到用户的账单里，必须由用户自己登录账户手动领取。所以如果大家有朋友在美国使用威瑞森的服务，收到了补偿通知短信，一定要提醒他们及时登录账户领取，不要错过补偿时间。对于这个补偿方案，不同用户有不同的看法。有些用户觉得20美元虽然不多，但至少能体现威瑞森的诚意。也有用户表示，这次断网给他们带来的损失远不止20美元，尤其是那些因为断网影响工作收入的人，这个补偿根本不够弥补损失。还有一位用户表示，这次断网虽然没有让他下定决心更换运营商，但如果以后再发生类似的大规模断网事件，他就会考虑换成其他运营商。毕竟在现在这个时代，稳定的网络和通信服务太重要了。聊完了事件本身和补偿方案，我们不妨来思考一个问题。在这个高度依赖网络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网络中断这样的突发情况？我觉得首先可以提前做好一些准备，比如出门前，尤其是去陌生地方的时候，可以提前下载好离线地图，这样即使没有网络，也能依靠离线地图找到方向。还有重要的联系人电话可以提前存在手机里，同时也可以记在笔记本或者手机备忘录里，避免因为断网无法登录云端通讯录而找不到联系人电话。另外，家里可以准备一些现金。现在很多人都习惯用手机支付，但如果遇到网络中断，手机支付就无法使用。有现金的话，就能应对基本的购物需求。对于一些紧急事务，比如就医、处理工作，也可以提前想好备用方案。比如保存好医院的固定电话，遇到断网时，可以尝试用固定电话联系。工作上的重要文件，提前备份到电脑本地或者 U 盘里，避免因为断网无法访问云端文件。除了个人准备，通信运营商也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比如加强网络系统的维护和检测，及时发现并修复潜在的漏洞，优化软件更新流程，减少因为自动化更新引发的故障，同时也要制定更完善的应急方案。一旦发生断网，能够尽快恢复网络，减少用户损失。而且运营商在发生故障后，应该及时向用户公布事件进展和原因，不能一直隐瞒。只有坦诚地和用户沟通，才能赢得用户的信任。这次威瑞森没有公布断网原因，其实也引发了一些用户的不满和猜测。还有一点，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通信网络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越来越重要。不仅是美国，全球各地的电信运营商都应该重视这个问题，不断提升技术水平，保障网络服务的稳定运行。毕竟网络已经成为社会运转的重要基础设施，一旦出现问题，影响的就是整个社会的正常秩序。其实这次威瑞森断网事件也给我们所有人提了个醒。我们虽然离不开网络，但也不能过度依赖网络。适当学会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生活，
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才能更从容地面对各种意外。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慢速中文关于威瑞森断网事件的全部内容了。我们再来简单回顾一下今天聊到的重点。2026年1月16日，美国电信运营商威瑞森发生大规模网络中断，影响了全美国用户的通话、短信和移动网络服务，持续数小时后才恢复正常。这次断网给用户的就医、出行、工作等方面带来了诸多困扰。威瑞森目前尚未公布断网原因，但推出了$20的账户抵扣金作为补偿，用户需要登录官方网站或专属应用手动领取，补偿不会自动到账。同时，我们也分享了一些应对网络中断的备用方案，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本期节目我们用到了很多 HSK 4至5级的词汇，比如大规模中断补偿、漏洞、依赖、应急等等。大家可以把这些词汇记下来，结合今天的话题反复练习，提升自己的中文表达能力。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欢迎点赞、收藏这一期节目，这样以后想在听或者复习里面的词汇和表达时，就能快速找到了。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会定期更新慢速中文播客，带来更多真实、有趣的话题，帮助大家轻松提升中文水平。另外，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分享你的经历。你有没有遇到过大规模断网的情况？当时你是怎么应对的？你觉得运营商应该如何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我们会认真阅读每一条评论，也会在后续的节目中回应大家的疑问和想法。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慢速中文再见。再见。